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我们又回到 K 线分析实战应用环节。那现在呢是市场非常火爆啊，然后大量的散户韭菜小白也正在入场，数据上也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一节我们加一期，比特币没有交易门槛，门槛很低，但是天梯式的台阶啊，说白了，你想赚钱稳赢，一定是天梯式的台阶，螺旋式的向上啊。然后昨天我看了2期圆桌派，圆桌派很多朋友应该都挺喜欢啊，经常来一些非常优秀的人，各行各业的各领域的优秀人过来对话，可以得到很多成长认知然后进步的这种作用啊，又是娱乐又是提高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节目。然后我看了2期节目，非常有意思啊，完全就是相反的结果。什么意思？有一期节目严歌苓讲方舟，他们正提到什么股票投资和赌博，然后还有一期是陈佩斯马未都在提什么，就是喜剧。那这2期节目是有本质区别的哦，虽然都是窦文涛主持的这个圆桌派，但2期节目的作用效应实在是天差地别啊！你要是娱乐的话可能差不多，但如果说教育意义有没有价值，看起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说严歌苓这一期，他这里边就是什么胡说八道语无伦次，真是这样啊！你像严歌苓也好，蒋方舟也好，两个都是写作家。严歌苓美籍华裔的剧作家，然后好莱坞的编剧，旅居海外多年啊，也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包括电影，像《芳华》也是。他在他的专业领域肯定是非常牛的啊，非常牛叉的。但是等他聊到这些他不懂的这种东西的时候，只能怎么样？不懂装懂，胡说八道。然后会有什么效应？很自然的会有名人效应、大家的效应，然后去给这些华人朋友怎么样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啊。最后得出结论是什么？赌博就是赌博，股票很大程度上也是赌博。然后虽然他说到人性问题，但是根本说不清楚，胡说八道，语无伦次。所以这一期圆桌派会怎么样啊？给大家，给华人的这些股票投资，包括比特币加密货币的投资，带来不了任何正面积极推动的作用，只能是反作用，各种谬论啊。然后我们再说这一期，可以看到字幕啊，传承立规矩的人，什么意思？陈佩斯这一期嘉宾，他讲的就是喜剧，聊的就是喜剧，剖析的就是喜剧。说白了，人家陈佩斯本来就是小品王，本来就是喜剧大家。然后他在里头讲什么？他讲说我们古代的很多经典里边的喜剧的段子，文学上还是艺人的演绎上，完全就跟这现代的所谓的喜剧差距就
太大了，说白了完全断档，很多都是技术套路有方法，但是现代的这些所谓的喜剧人根本达不到我们历史上的那些精度那种程度啊，根本达不到，所以还在打转转，在一定的范围内一直在各种东窜西窜，然后没有一个规矩，没有一个方法论，只能做到一定程度在摸索。所以说陈佩斯身为改革开放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比较典型的喜剧大家，他研究的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在这期圆桌派当中聊的就是喜剧。所以说他说的话很多，虽然没有什么华丽的词汇，但是他非常深刻的职业的把这个喜剧的东西给大家听啊，然后包括一个传统传承，古代智慧的传承都聊得非常好啊。也就是说，虽然他聊了喜剧，但是面向大众传播这种哲学概念观念，无论你是在哪个行业哪个领域都会受益匪浅啊。所以说这两个人虽然都是大家，虽然都是名人，在同样的窦文涛主持的圆桌派里头做出来的效应，至少在我的主观感受上来讲就是天差地别啊。然后我们说这个天梯式的台阶一点都不为过啊，说的我自己业余职业交易小20年时间，我清楚，我非常清楚怎样会爆仓，怎样会大亏损，怎样会有时候盈利有时候亏钱，怎样会稳定的盈利，非常清楚啊，都经历过，无论是在股票上还是在加密货币市场上，还是在实体的经营过程当中，都是一样一样的，就是天梯台阶，很大成分它是运气，最关键的实力因素是控制风险，这是核心本质啊。所以说我希望现在市场火热的这种背景下，新进的小白散户韭菜一定要清醒。我也知道我这个视频不会有几个人看，但是哪怕有一个算一个，至少华人朋友看到这个视频了，在这种火爆的市场当中，无论是股票还是加密货币市场，你一定要冷静的明白自己的能力，评估自己的认知，然后有多少应对市场行情的能力，有多少资金是可以扔掉的，没有也可以。想清楚了，计划好了，再去做这个市场啊。我之前讲过，为什么很多新进的小白韭菜往往在资本市场它就是容易赚钱，很简单，就是因为在这种热情的行情当中看到媒体资讯，然后你就进来了，它的趋势形成还会延续一段时间，所以你刚进来就是赚钱啊。然后你觉得我有天分，刚开始小资金入场还有点这个风险意识，然后你就加仓把资金放大，结果市场有一个闪失你就直接废了啊。然后扛了一段时间，你实在是受不了，割肉离场，股票全是骗子。没有一个正向的积极的剖析这个问题解决问题的人啊，这也是我做这个所谓自媒体最大的初衷啊。按这个逻辑，所有的华人朋友就应该怎么样？就应该关闭股票市场，远离加密货币市场，远离金融，远离所谓的
现代经济是这么回事吗？那按这个逻辑，无论是巴菲特、查理芒格还是瑞达利欧，这些人都是骗子吗？那经济就不要做了吗？所以说我们华人，尤其是内陆的朋友，大陆的朋友，根深蒂固的习惯集体思维，缺少个人意志，还有一个是什么？习惯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有一个是计划经济一半，市场经济一半，学的巴拉科技，然后各种伪专家胡说八道，然后带风向，然后下边的这些认知低下的绝大部分的百姓、散户、韭菜会怎么样？就是无头苍蝇，只能赔钱，肯定赔钱。所以希望大家要清楚啊，清醒。那这一节我们暂时不讲 K 线实战应用，然后用这一期节目告诫大家，也提醒大家千万冷静，不要被市场的这种过热或者是过度恐慌带着情绪跑。资本市场很多时候就是情绪，所以希望大家守好你的钱袋子，管好你的账户。那好，这一节就讲到这儿，希望大家交易顺利，我们晚上再见。